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位射手绝猴哥的一个女警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的话，这个辅助是露露玩法的这方面的老玩家了都，所以跟绝猴哥一起组牌。像射手的话，它的上限取决于一个辅助会不会玩。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，因为对面这种像塞纳搭配这种射手的话，这种阵容其实对面其实很强势的。但这里面对面的霞出现了失误，没拉扯好。如果像玩的好一点的话塞纳搭配一些英雄，他的那种对线能力、压制能力是很强的。你看这里面一套 AQ， 但是对面的霞好像有点不太行，艾克过来 E 技能拉开，但还是不行，没有想省闪现，那这样的话就得送掉2个人头，问题不大。还有闪现的话，可以在对线上面再杀一次霞的。像带了吸血的话，其实就可以缓解这种前期的一个续航能力。对面的霞估计是带的攻速，射手一般都是带3黄配1绿。这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可以看到这位绝猴哥他的平 A 基本功走 A 的基本功，就是 A 一下走一下 ，A 一下走一下，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能保持这个，而不是说停留在那里原地去 A 那个，除非像刚刚他更多的需要的是那个把那个输出下一次极限的 A 出来，就差一下，那就为了求稳，肯定就不会说通过走位去卡自己的平 A。有时候会通过因为准备 A 出来了，但就是因为你的走位卡了那一下，有很多人玩家就是基本功不熟练、不扎实的话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对面并不是很强。那收集者破甲做了破甲以后是吧？那就对面就完全对不了线了。什么这位绝猴哥这走 A， 如同吃了德芙一样丝滑是吧？像平 A 的时候 A 完以后接 Q 就可以再接一次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就是说在打伤害的平 A 的间隙中多了一个 Q， 然后下一次的话可以立刻平 A 出来，这就不会有那种伤害的就是空档期，也算是一个女警的小技巧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进不是那个霞打得好难受手又短，压又压不过全是操作我们就享受这局压制那个，像 W 放出去以后接 E 就是双爆头。这个就得看你的一个手法了，对面根本就不敢打起来了吗？有机会吗？一技能拉出来，但这个接了控制那就死了，太浪了，闪现直接跑出来卡了个视野。
Q 回头还把对面杀掉了，6，太强了。对面已经完全丧失斗志，估计。完了，酒后哥已经笑着发出了猪叫声。笑出了猪叫声。对面侠已经不敢去吃线对线了，对不了线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他就跑去刷野，只能等这种兵线推过来，然后对面人都不在，有可能过来抓了吗？辛德拉一直不见人的。这里面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以魔抗刀，就是为了针对对面的辛德拉。这局的话，因为优势很大，而且对面感觉就是玩的不咋地，所以做狂风之力。如果说对面控制多，然后你玩的有点难受，或者说你确实觉得对线压力蛮大的，或者打团的时候压力蛮大的，那你就做净化就行，无脑做净化，永远以自己输出第一位。这里对面没有退，那这样的话两个都跑不掉了。E 技能不要着急用，有狂风之力。E 技能的话，只要是可以增加输出的那个伤害。这里帮那个千珏直接大招收割，那这样的话跑不掉了。还行，一个人换了对面4个人。拉满了都。对面皇子看起来有点肉，其实完全不肉的。因为皇子这英雄他的坦度就那样，现在的皇子也算是要么做那种暴击流出装，要么就是半肉的话，其实也扛不太住，就偏功能型，补一下伤害，然后更多的是通过 EQ 去打控制。这里一个大招打残了莫甘娜，利用 W 还是 Q 收掉人头。这里面绝后哥说直播没有回放，但我这里有。所以要多看这些绝活哥们的一个玩法还有思路，自然而然的，就像看比赛看多了，你对游戏理解也会慢慢的有提升，知道吧？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去看这些东西？因为就是有学习成本在里面，看多了，自然而然你就会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就像你去看时政，你对一个时政你自己去，比如说一个政策，你自己去了解，你可能真的你的见识你的认知就是短浅，可能就是不懂。但你可以通过去学习比如说这个大 V 我去学习他，原来他是这么理解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又是这么理解的。而这里的话，打起了团战，对面的皇子
拿不要命一样贴过来。这里的话，利用大招去远程的打一个消耗，因为没有做吸血装的，只有一个符文，还有鞋子的攻速鞋的一个回血能力。这里的话，想着把隐魔刀给做出来，对面的法术伤害还是挺疼的。因为有露露在，所以他的攻速的话，估计是会达到上限的。特别是有了那个致命节奏，你玩就是特别多的攻速也没必要，不如有了露露这种英雄。如果你没有露露，最好还是要带那个攻速会更好一点。我才想起来。但如果说你对线压力就是你感觉这局对线压力就是难，那你就直接无脑做个吸血好了。哦，直接把对面的辛德拉给点死了。那这样还不投降吗？应该快投了吧，打不了了的。哦，果然投降了。12-2的对局打不了。那行。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